见你10块钱吧。哎，干嘛的？市警警队的。哎呀，等等，干嘛呢？证件。没带。哎，没证件不能进啊！你看清楚我的脸，刑警队队长魏国平。那也不行。走。哎。哎，你这人干嘛呢？不好意思呀，归队。摊子，我的问题，你没事吧？之前指认不实，这次一定要如实回答。说假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2月24号晚上，你到底有没有见着在福安里扔包的人？其实那天我只看见一个背影，并没有看到他的正面。听说那个目击证人说的假话。哎呀，可不，已经另案处理了。哎，这下功夫全白费了。之前还以为是板上钉钉了呢。主要是魏队想盯，他还想把88案往里并呢。进。哟，好，梁局，快坐。怎么？我听说案子又陷入僵局了。看见抛尸人的那个男青年啊，已经承认，他看到的只是个背影。对体貌的描述呢，也是稀里糊涂，所以啊，这条线，这不等于断了。另外呢，尸块里的碎石也被证实不是来自呢梁云家的现场。现在呢，唯一让我们高兴的，就是梁云找到了，人还活着，活着。据他本人说呀，他跟薛家健分手以后呢，跑到外边旅游散心去了。我们呢也找旅行社进行了核实，情况基本属实。不管怎么说，不再多出现新的受害者，就是好消息。另外，我听说 DNA 的检测结果也出来了。对，鉴定结果呢，可以认定死者是于爱卿。这对我们来说，也算是个不小的收获。最关键的是，薛家健被咱家丫头用乙醚的案子给摁住了。虽然说现在只有性侵的线索，但是碎尸案还是可以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查下去了。苗局，别安慰我了。现在可以认定，薛家健根本就没有抛尸的时间，所以啊，碎尸案这个凶手一定是另有其人。至于魏国平呢，死抱着88案，非要跟薛家健外出这个时间的巧合点往一块捏，驴唇不对马嘴，成为不了直接的证据，是不是？一码归一码吧。在整个案件推进过程当中，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，救高秀莲、找艾莹、抓薛家健，
都是他和三队做的。你就别夸他了，再夸他更摁不住了。光去闯现场就这一项，就必须要严肃处理他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薛家健，大伙儿在心里啊也基本上认定他就是真凶。现在突然被推翻了，这搁谁那儿都会被闪一下。闪，魏国平闪的太少了，他应该再多闪点儿。你呀，就是嘴硬。真的不心疼你这个徒弟？怎么办呢？这我抓的是全局的业务，我不能为他一个人考虑吧？这个事情对他的打击可真是不小啊。坐吧，不说工作，聊聊生活上的事儿。我没生活，我可听说你失眠很严重，一直这样吗？也没有，就这些年的吧，才有的。过去嘛，争强好胜，别人看半晚上书，我就看一宿；别人能站半天，我就站一天。老想比个输赢。那时候体力也好，不睡觉没关系。现在想睡睡不成了。你说的这些情况，是在陈山河那件事之后发生的吧？您不是说我们聊生活吗？哎，我现在说的就是你这个人。我这人也没啥可聊的。你是个人才，一个优秀警察应该有的特质，你都具备。忠诚、勇敢、执着、无怕困难。你的经验、头脑，你的领导力都很出色。冷不丁夸我感谢领导。我这就说到你的缺点，你的缺点，其实也就是你最大的优点——执着。可执着这个东西，它是个双刃剑，要是没有恰如其分的控制，那它就很可能变成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变成偏执。对，偏执。您不是第一个说我的这个问题，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听你这意思，是不打算改了？想啊，改不了，跟失眠一样。还是因为陈山河吗？咱能不提这茬了吗？您接着找找别的缺点。我挺爱听的。作为一个老公安，我知道你是种什么滋味。一开始是震惊，你也不愿意承认，然后是愤怒，是悲伤，你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这种情绪就会变成一种自责。你会问自己，为什么死的那个人不是我？你会觉得活着是一种太沉重的东西，会让你觉得喘不过气来。你不敢喝酒，你甚至不敢睡觉，恐惧一切可能会让你失去冷静的东西，因为哪怕是一点点、一瞬间的脆弱，都会让你觉得死去的战友还在。那三队弟兄在等我，我能有点事儿先去处理一下。就是这样的压力，它会让你想到，唯一能够逃脱这些困扰的方式就是破案，不顾一切的破案，找到他，抓住他，这样才能让你高位战友。没错，才能解脱自己。没错，就是这么想的。我就要破这个案，我就是想把这个人抓住，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。我向他保证过。我经历过和你一样的事情，我也走过同样的弯路。
希望你不要被这种情绪左右，不要失去你的冷静。这是破案的大忌。谢领导提醒。我们现在可以聊聊另外一件事了。聂小雨，他是你什么人？我是电机厂子弟，我父亲和聂宝华的爸爸是以前在一个车间，所以我跟聂宝华是从小一块长大的。聂小雨是聂宝华的亲妹妹。我问的是，他是你什么人？朋友。普通朋友还是男女朋友？到目前为止，都是普通朋友。刑警队长和重点人物的妹妹可以交朋友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他没有违法犯罪。你不要误会，警察要查案，社会关系要过。我知道，水至清则无鱼，我懂。不过一定要把握好分寸，不能越界。没有越界，一直都没有。而且他跟他哥不一样，聂宝华所有的事情，聂小雨都没有参与过。这我相信，但这里边的关系，毕竟还是很敏感。瓜田李下嘛，你又是这么一个身份，还是要避嫌，尽量。现在我可以走了。人都是有情感的，这太天经地义了，因此很多人经常都忘了法不容情。我希望你不要忘了。让谁走？哎呀，他把你当成他了。什么？派出所跟我们说这儿住了一个刑满释放人员，我们说就过来看一眼。结果你看小霞吓成这样了。人在哪？那儿，对面。谁呀？这是？我。他叫王德发。我太知道他叫王德发了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你来这儿干嘛？这话说的，我出狱了，只要不违法，我干什么不行？谁告诉你的？谁让你找我妹妹来的？我只是跟她打个招呼，以后这不就对门住着吗？你住这儿啊？你没家呀你？我是没家，坐牢第3年，我妈就死了，所以我把老房子卖了，我重新找个地儿住不行吗？这租的房子是吧？应该是，之前都没见过。咱俩不废话啊！我通知你，今天你马上你从这儿搬走，有多远搬多远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你别吓唬我，我现在懂法了。作为合法公民，我选择住哪儿是我的权利和自由。你妹妹哭也好，闹也好，在我没有侵害她之前，我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她怎么想，跟我没关系。哎呀！
霞，你让他走，让他走。伯明啊，凶手有什么特征没有啊？好像是个左撇子。还有什么？天太黑，我没看清。你要是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话，咱们随时都可以停下来，等你好一点，咱们再开始啊。你问吧。当天晚上，你和陈山和同志在堆料场巡逻的时候是怎么分开的？堆料场是分类存放的，地方不大，但是死角很多。也是想节省时间吧，所以我们就商量着说要分开走，在最西面汇合。那抵达现场的时候都看见什么了？嫌疑人拿刀要捅受害人，我喊了一嗓子，山河回应了，然后我跑过去，嫌疑人把受害人一推，就跑了。那受害人怎么样了？应该吓坏了。那你呢？我放下受害人，我就去追嫌疑人。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？也就是说，你比陈山和同志距离嫌疑人更近，那你为什么晚到了？我跑错路了。你对电机厂那一带很熟悉啊。刘国明，鉴于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的表现，区党委决定给你申报3等功。我不要。你听我说，我们呢也理解你的想法，但是荣誉除了表彰你本人之外，更是对公安战线其他同志的鞭策和鼓舞，也是对流言蜚语最后的回应，明白吗？遗憾的这次心碎过几回，疼痛强烈深有体会，勇往直前无法与生媲美，生来平凡啊也对。面对这风霜，卸下对错问心无愧，面对这困难，反复问我是谁，面对这希望，不甘于平凡不能美，嘿，他是谁？为什么让我哥一个人去抓坏人？你跑哪儿去了？你们不是一块儿出去的吗？胆小鬼，是你害死我哥的！你胡说什么呀？昨天的作废，悲喜交加尝尽人间百味，谁不想一世荣归？从警就有牺牲的可能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强烈深有体会，勇往直前无法与生媲美，生来平凡啊也对。面对这风霜，卸下对错问心无愧，面对这困难，反复问我是谁。
着希望，不甘于平凡不能美。嘿，他是谁？像浓情原味。有事？有事？出大事了？说呀。你嫂子让卖肉的给骗了。我跟他说过，我说你买肉就去正经的国营的农贸市场，不听我的。非得在门口那小商小贩们，就为了便宜那几块钱，2斤排骨买回去变成2斤骨排了。为这点事儿，哎，这耳朵呀，这一个劲儿的唠叨，耳朵都起茧了。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说你怎么着？要不然我跟卫队说一声，我跟国平说，我说把那卖肉的抓起来。他不说话。二哥还是羡慕你啊，单身一个，也没媳妇儿，也没人在你身边唠叨。哎，我姑娘打架的事我跟你说了没有？学习有进步，得了学习进步奖。咱们班级奖励他一文具盒，结果那有个臭小子，哎，他同学男的，生气，就把那文具盒故意给他摔了。我姑娘不高兴了，上去哎，一巴掌就把那小子呼地上。你说挺文静一小姑娘，怎么这么大劲儿？这像谁呀？这个。我小时候挺腼腆的呀，不像我呀。哎，这脾气，这跟你有点像。这么慢呢？怎么？因为洗澡要穿警服，你相亲去。吴政委今天讲课。要求大家都得去啊！你的，听我这，我不去。不说了吗？要求大家都得去。政委任命的时候咱就没去啊，顶头上司讲课再不去，那不好啊！哎，你不说你一上课就打瞌睡吗？你就当去休息去了啊！我穿警服。哎呀，我人去了就行，快点屏幕去了，等你啊！大家怎么看？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什么叫恶意？吴教授，我们在工作中常见的有故意，比如故意伤害，这是刑法里的罪名。另外还有蓄意，一般是形容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之前有准备、有预谋。但是您说的这个恶意，
在正式的条文中好像没用过。吴教授，我认为恶意啊，它就是一个不良企图。我相信在座的同志们都侦办过故意杀人案，这就是典型的把恶意变成犯罪事实的行为。所有恶性犯罪呢，都是这些犯罪分子恶意的体现。那恶意不就是犯罪动机？这不一样吧？犯罪动机是客观原因，恶意呢，它应该是态度或者是取向，只有这二者结合在一起，才能够驱使犯罪。说得好。还有吗？刚才几位说的这个恶意，主要都是针对犯罪分子的。可你们想过没有，我们在办案过程中，也可能会有恶意。老师，您说的恶意具体指的是什么？问得好。因为千百年来，历朝历代干我们这一行的，他的侦办思路其实是有罪推定，也就是说，我先认定这人是有罪的，然后再根据这个逻辑去办案。大家想一想，当你已经在内心认定一个人是犯罪分子的时候，接下来你在办案过程中，每一个小所很小的线索，只要它符合你这个逻辑，会加固你这个逻辑，你都有可能去把它放大，再放大，变成证据。而跟你这个逻辑相反的、相悖的，再明显、再大的线索，你都有可能忽视它，你可能会怀疑它、排斥它，甚至直接推翻。师傅，现在这个碎尸案有没有可能和88年226案挂上钩？什么叫以前？1988年你在干什么？1988年2月20日，还有1988年3月96号、2月7号、92年11月5号晚上你在干什么？88年割喉案的这个人一藏了整整4年，突然有一天被他身边的一个熟人发现他这个情况了，于是他迫不得已必须杀人灭口，但是他又害怕我们警方发现他的社会关系，找到这个人，于是怎么办？他必须碎尸，碎尸正好能掩盖他割喉的手段。请问这么想有问题吗？这么大胆的想有问题吗？我们现在查的是碎尸案，你问的全是88案的问题。因为我认为这2个案很有可能是他一个人干的，这是一码事。干解剖的呀，还是干碎尸的？我要的是确凿的证据，不是被谁吓出来的口供。本案受害人遭遇性侵了吗？薛家健就不是左撇子吧？还有，88年他才多大岁数？医学院的学生，他能看出那么大的吗？我没见过你啊！我上大学那会儿，没毕业呢。什么叫个人色彩太重了？哦，您是觉得说我要并案，我是因为我这么多年心里这个坎过不去吗？我难道不是吗？魏国平，到。你怎么看？怎么看我们说的这个恶意？这样吧，我换个问法，以你自己的工作经验，在破案过程中有没有过因为这种特殊的恶意而影响你的判断，甚至判断失误？对不起，我没有听清，你是有还是没有？有，很好，承认自己有，就是消除恶意的第一步。魏国平很真诚，也很勇敢。说一个警察是不是勇敢，那还不光是要看他是不是奋不顾身、不怕死，还要看他敢不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，敢于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式，推翻自己，否定自己。因为人要做到否定自己，这是最难的，这个过程非常痛苦，很折磨人，一点都不亚于那些没日没夜的蹲守、大海捞针的排查、流血流汗的抓捕。作为警察，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一课。你要是做不到这一点，对不起，可能你还不是一个合格的警察。因为我们破案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还是错，而是为了
追求真相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推倒重来的，包括那些自己认为是确切无疑的东西。只有你敢推翻它，才有可能更进一步的接近真相，而这才是我们工作的本质。请大家都记住这一点：没有真相，就没有正义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现在来谈谈我们今天的主题：刑侦的方法与手段。军儿，把薛家健的资料拿过来。好。他的指纹不匹配，假设他有同伙。假设哪有什么假设呢？咱办案不能靠假设吧？假设什么呀？咱们讲究的是证据链，证据链呀！什么呀？证据链这么完整，你去拿什么假设呀？你有证据吗？3对的。好。之前，因为这个我个人的一些原因啊，一直是要把88年的旧案和我们眼前这个碎尸案并案侦查，甚至坚持地认为说薛家健就是这个案子的凶手，哪怕说证据已经摆到我眼皮子底下了，我还在这钻牛角尖，确实害得大家是跑了不少弯路。对不起大伙儿，我给大伙儿道个歉。对不起啊，头儿，你别这样，头儿，别这样。没有，现在啊，我们3队内部，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分清楚了，就这俩案子不是一回事儿。薛家健呢，还是以性侵为方向，这个另案侦查啊。那碎尸案呢？从现在开始，大面积进行指纹的采集和比对，深挖与爱情的社会关系。一句话，咱们从头再来。是。随着小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，老板，蔬菜来了。哦，来了。成为大家日益关心的话题。那么记者今天在街头走访时啊，就遇到了这样的一幕，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下。司马先生，请问刚刚是不是有个哎，别拍啊，别拍，别拍，人给他走了。司马先生，请问刚刚是不是明显闯的红灯呢？哪里的呀？哎，不要拍了，不要拍，关了，关了，就要关了。老板。我从这边开过来，哎，检察同志，吃饭啊？你是这儿的老板姜广善吧？是。啊，我们是派出所的，过来采一下指纹。采指纹？你不用紧张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程序，麻烦你配合一下。哦，您稍坐啊，稍等，我手上全是油，行，我洗个手啊。近日，全省公安系统的培训活动在我市举行，来自13个地市的刑侦骨干们汇聚宁江，举行为期10天的活动。你还挺关心咱们宁江新闻吧？讲座等多种方式，好，这就开着听个响。业务水平，进一步规范刑侦。您看这是要怎么弄？我看。你这手怎么了？就前2天给割伤了。哦，能取下来吗？能啊。哎，好了，行。你这样先采其他的吧。你记一下啊，右手拇指受伤，反采。啊，好嘞。是怎么弄啊？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大案子啊？嗨，哪有那么多大案子？
这就是正常工作。是，不该打听别瞎打听。哦，记着等那个手伤好了以后到所里来把那个指纹补上，好吧？哦，好，一定。所有人都采啊？啊，每个人都采。来，这儿签字。好嘞，签这儿啊。那行，老板，那就没事了啊，你忙吧。好嘞，我走了啊，再见啊。哎，再见。哎，慢走啊。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回来了啊，给你查过了，那王德发呀，在里面有立功表现，所以提前释放。有什么？立功啊？谁？王德发，救人。监狱我都给你查过了，确有其事，而且这个符合这个减刑的标准。哎，你这不吃啊你？哎呦，这忙活你这事儿都饿坏了我都。那怎么能这么巧的？就是我妹妹住哪儿，她住对门呢。房东我也给你查了啊，按说跟他签合同呢是另外一个人，说是什么远房亲戚要来住。这亲戚在哪儿？没找到，外地人，根本就不在宁江。这放多长时间了？这都拖成这样了。一个大老爷们有本事冲我他哥来啊！啊，就干咱们这行的啊，想冲咱们来的人还少吗？你跟他们置气置得过来吗？要我看啊，给咱妹妹搬个家算了。往哪儿搬？这节骨眼上，你这房子说找就能找着？而我妹妹那腿脚，搬一次家跟要她命似的。也是，要不这样，让她住我那儿去，让你嫂子照顾她。也算了，这姑娘还上学还考试呢，而且小霞现在这2年被社区照顾的还行，你一换个环境，给别人添麻烦，她自己心里边也不落忍。也是哈，我那姑娘最近小升初，也挺忙的。哎呀，二哥呀，你说怎么就没有一件事是顺的？虎子爱营、薛家健也是，都不是碎尸案的凶手，也跟这个88案也。一切打回原点。总觉得他还会再跑，东西没扔完，肯定还能再跑。他只要是再跑，咱们就能逮着他。这么想就对了，只要有线索，哎，不愁查不着。那你说问题怎么就能这么巧呢？我说王德发，小霞搬哪儿他去哪儿，怎么就能这么巧？怎么绕回来了？你这是？哎，你要实在不放心啊，我去跟那辖区片警打个招呼，让他们盯着点，刑满释放人员盯紧点也应该的。假公济私了。行了，这事儿就听我的啊。行，放心吧。不是，哎，你怎么就能这么巧呢？我说抛尸那人。哎，为什么我们刚到医学院他就跑那儿抛尸？为什么薛家健刚用完那间教室他就扔到那间教室里？你说他是冲着我们呢，还是奔着薛家健？这事儿我也琢磨过。哎，要想做成这件事儿啊，必须得满足2个条件。第一，
熟悉薛家健，而且必须了解薛家健的犯罪事实。第二，必须得了解咱们警员的行动。医学院都盘查过了，所有人员全盘查了，没有可疑人员啊。那就说明盘查错了呗，他就不是医学院的人呗。不是医学，但是还得跟薛家健有关系。这个熟悉薛家健，而且陷害的和他有仇，不是还不是这个薛家健社交圈子里边的人？有这样人吗？二哥，可能我们需要想一想，所有薛家健案件当中涉及的受害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部信息，可能这是破这个案子的关键。有人吗？没吃饭呢你？里面的人出来一下！有没有人？我提醒他们啊，必须得上进口原装漆。一定一定。您好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谁呀？咱俩上回见得7、8年前了吧？你想想，那天下雨，晚上。你怎么找着我的？你看您还是有钱人，还是这么显年轻，7、8年一点变化都没有。你怎么找着我的？您不是出车祸上电视了吗？我就挨个汽修厂巡了一遍，今儿能找见你，说明咱俩有缘分。你找我想干什么？跟您说实话吧，我就是手头有点紧。要钱是吧？我保证就这一回，真是有急用啊！谁找？够了吧？我跟你说，这条狗这个人是怎么偷钱，你知道吗？谁找？够了吧？我跟你说，这条狗这个男人是怎么偷钱，你知道吗？我刚说什么来着？啊，7、8年前的事，你现在说出去，有人相信你吗？我给你这些钱是因为你刚刚说的缘分2个字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。
你要看到你的话，我保证让你死得很难看。来了，记住。那个人谁啊？碰了来个要饭的，你认识啊？不认识。走吧。好，快来吃吧。开饭，开饭，该凉了。怎么样了？指纹提取已经完成2个片区了，剩下的也已经在催了。啊，那个漏采名单给我看一眼。好。给。哎。哟，有熟人啊？谁啊？哎，不重要。蒋果善。关门了。一会儿到了那个学校，你呢负责这个。干嘛呢？谁是？薛家健性侵的受害者，我正想办法让他报案呢。安保呢？哪那么容易啊？需要二叔帮忙。那不用，你们要进去了，人更不放松了。哎，不是，干什么？不找，不给你们的，给人姑娘的。你跟他熟啊？要么怎么说你们这帮大老爷们儿有时候脑子里就只有案子，跟不同的人沟通要用不同的方式。哎，学着点儿。先吃点东西。还有喜欢吃的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没事儿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但你想想，你如果不站出来，可能还有更多的受害者。嗨，你二嫂每次想花大钱的时候，也用小礼物贿赂我。好使吗？好使妈，把妈去了。小张同学是吧？啊，还是上次那个事情，对于爱琴，你们俩不是一个宿舍的吗？想了解一下他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。上次我都说了呀，我知道的都说了。对，主要是我们这个事情有点复杂，还是有些新的信息呢，想跟你再确定一下，也看看你有什么能提供给我们的。你别紧张，好吧？咱们就当聊聊天。来，
随便聊，知道。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就行啊。来，大的，哎呦，谢谢。小时候最爱吃这个。别客气，来。哎，有热水吧？有。对，倒点热水。那个换个颜色。啊，你不吃吗？你这种老式口香糖色素太多了，我就不吃了。那你老了。你老了，我岁数比你大多了。看姑娘，喝点热乎的啊。谢谢。那你们年轻女孩现在都喜欢什么呀？不同的人不一样吧。嗯像我就比较喜欢看电影。哦，有的人喜欢滑旱冰，去歌舞厅的也有，但不多。学校不提倡孩子去那些场所，是乱，也不安全哈。于爱琴喜欢什么呀？他平时在宿舍里，除了吃饭跟打水，跟我们交流很少的，基本上就是听歌、看书这样。她外出吗？如果她外出，她会去哪儿呢？这我不知道，但他出门都会化妆，而且穿的也很好看。但他从不会告诉我们去哪儿，我们也不好意思问。你上次那个同学说猜她有男朋友，她到底有没有？可能吧，反正谁也没见过。也不好奇是吧？也不问问。这有什么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花园。哟，你听人大学生都会说话，秘密花园。回去我督促我姑娘，让她好好学习，争取考上大学。哦，对，我记得有一次她在被窝里哭，还挺伤心的。不过我以为她是想家了，就没有多问。什么时候？好像是放寒假之前吧。对，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。她有这个夜不归宿的时候吗？这是查案子，你知道什么就跟人说什么。他偶尔回来会晚，但夜不归宿只有一次。都是成年人了，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？当然，哭之前，哭之后。之前，对，好像是之前。之前。同学，你再想想，就是跟他接触当中有没有什么表现异常的地方啊？他平常不太跟我们交流，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啊。是，这也是难为了，是吧？行了，那个想到什么了，你就随时联系我们。好。好。哎，那个薛老师到底犯了什么罪啊？他真的是坏人吗？他们不是还没有开这个解剖课吗？下学期。那你怎么认识的？他平时上课还挺受欢迎的，我们偶尔会去旁听。好，没事。你回吧。谢谢同学啊。干什么？变色了吗？你以为真有色素啊？你真行。我给你倒杯热水。不用，走了。哎呀，这就叫代沟。辛苦了啊。